看上去这个场地相对简单，2名队员分别依托两边的掩体推进，对前方的靶标进行射击。不过对他们的推进是有严格的战术要求的，基本的一条就是整个过程中火力不能出现中断。这就要求2名队员互为掩护，确保对敌方的持续打击。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科目全程使用实弹。在这里你会发现，队员们不是径直的向掩体跑过去，而是要舍近求远，绕着走。这是因为这条路线可以让队员更快地处于掩体的保护之下，减少被敌方击中的危险。推进过程中，他们不停地彼此喊话，让对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做什么，确保行动的步调一致，以及掩护的及时有效。现在我们加入更多的特战队员，这样现场的情况更加复杂。队员们交替行进，变化的队形更加多样，让我在旁边看着都有些担心。毕竟现在可都是真枪实弹的状态，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误伤。特别是现在特战队员会有多次遇到有战友从自己和靶标之间穿过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磨合，特战队员们将常用的战术总结成为作战用的公式。就像我们解数学题一样，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快速地应用相应的公式，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靠、成熟，而且所有人都牢记在心的处置方案。能不能把这套方案用好，我们就要放到更加真实的战场环境中去检验。战术行动的最佳方案，一定是在反复的推敲和演练当中得到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场模拟反恐清剿行动的演练现场。参加任务的队员对任务中的目标建筑物布局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过，要完成任务，他们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面对巨大的立体空间，我们只有区区10个人左右的小队规模，而要实现多个方向近乎同时突入房间内部，我们就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做法。首先，开车强行拉门法。
然后是暴力破窗法。而我所在的小队就选择了相对传统的手段。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无分子占据的民房，现在正在跟第二小组呢从民房的后方准备发起突击。我们前面的队友已经占据了前方的位置，会对前面的门呢破门而入，我们要跟他们形成一个配合。通往2楼的楼梯会有很多的拐角，我们虽然知道2楼已经有队友成功突入了，但并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把楼上的暴恐分子全部消灭干净，所以我们依然要不断的搜索前进，并在可能遇到队友的转角对暗号，防止误伤。看来这段是安全了，现在就剩下最后2个房间了。橘子是投掷爆震弹的信号，因为要同时处理2个房间，我和对面的队友一起准备让手里的弹同时投出。这个房间里的恐怖分子穷凶极恶，但却犯了不应该靠近窗户的错误，让我们部署在外围的狙击手有了一招制敌的机会。谁开枪？我支持，谁开枪？支持，过来！答应我！相比之下，我所在的小队突入的房间就混乱得多了。上车，放在背上！走！一场行动下来，不知道是情绪紧张还是体能不足，反正我觉得心跳得挺快的。除了这2个强力破拆的方式外，教官还带我认识了另一种破拆手段，那就是用火。当然不是一般的火，是将近3000摄氏度的致命火焰。哇，这个就是2000多度高温的感觉。哇，这个光，我看到那个垫子被烧化了。哦。不过我告诉大家，这团火不仅可以破门，而且还可以救人。要说明白这件事儿，我们就要进入夜间的作战任务了。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去领一些夜战的装备。马上要打夜战了，我们就要准备一些夜战专用的一些装备。哎，唐老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夜战的时候到时候要用的一些装备啊。它有哪些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装置？首先说头盔。头盔的话，我们配备有一个敌我识别灯。敌我识别灯夜间分两种模式，可见光和不可见光，主要是队员的行动过程当中，暗夜条件下能够快速识别是敌是友，对我们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防误伤作用。然后头盔夜视仪，它的可观测角度大约在40度左右，枪械下有激光指示器和 IR 红点瞄准镜。我觉得有了这2样东西，夜战我应该不会拖小队的后腿。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
夜间作战的第一步，不是夜视，也不是敌我识别，而是开车，在不开灯的情况下开车。路在哪？路在前方。直走吗？等一下，稍等一下。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其实首先穿着全套的这个作案装具啊，然后呢，头盔上装上了夜视仪，大家不能开启车灯和这个车内任何的照明的情况下，我就只能靠夜视仪进行接下来的操作。啊，二档。哎，不是 D 档吗？我不是 D 档。不太敢看这个是不是。虽然很不熟练，但借着当天晚上不错的月光，我至少把作战小队平安送到了预定地点。下车警戒后，我们释放了具有红外夜视功能的无人机，作为夜间任务全程的空中侦察手段。它可以辨认出地面上发热的物体，比如现在这2个白点就是我们刚刚熄火的车辆。有它在天上保障着，我觉得这一路还是很有胜算的。我们的任务小队借着月色徒步前进，天上的无人机很快就发挥了作用。你正前方12点钟方向，约150米处有3名可疑人员正向你方接近中，请迅速隐蔽。正在向你方接近。我们通过这个指挥部呢给我们信号，前方有无人机发现有3个热源向我们在接近，很可能我们遇到了这个对方的巡逻哨，我们要找隐蔽的地点。收拢队形，检查人员。重新集结后，我有点分不清方向了。这夜视仪戴多了，确实容易晕。还好有队友帮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不过他只是指了方向，并没有给我指出一条好走的路。接近敌方区域了，我们打开枪上的指示器，方便瞄准。这种方法很有效，因为指示器发射的是肉眼看不见的光束。实际上，我们仍然在黑暗之中，只不过通过夜视仪，我们能看到一道道锐利的瞄准线，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在远距离上先清理掉敌方窝点上的哨兵。同时，我们还切断了暴恐分子窝点的电源，干扰了他们的通信信号，远程狙杀了他们的瞭望哨。我想这个情况应该就算是瓮中捉鳖了吧。面对这座2层楼房，我们其中一个小队也采用器材直接上2楼突入。不过这回我们的动作会尽量轻一点。突击一组在2楼发现了人质，好消息是人质安全，情况良好。坏消息是，带来的钳子面对捆绑人质的链条，并不起作用。与此同时，无人机还在房屋北侧发现了新的可疑热源，很可能也是敌方人员。看来留给我们解救人质的时间不多了，而现场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我了。学习的热熔棒现在终于能派上用场了。人质解救成功，我们还要尽快撤往安全区域，因为也许敌人缓过神来，
还会追上来给我们制造新的麻烦。